这是一家黑店，它开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。店小二跑到门口迎客，左右观望之后，却忍不住一阵叹气。如今大雪封山，指定是不会来人。谁知刚一进屋，外面就传来哒哒的马蹄声。老板一个机灵，翻身下楼，立马出去笑脸相迎。真有一位男子前来投店，只是此人并非善茬，居然坐下就问有没有人肉包子。店小二一脸惊愕，旋即陪笑说：“大爷，您说笑话？”男子不依不饶，直言高家店不卖人肉包子，这才是笑话。店小二见对方存心找茬，出手就要教训，结果却被对方一招甩飞。老板娘看出此人不好惹，扔出一锭银子，想要将其打发，可这人却并不买账，又把银子飞了回去。还是老板见多识广，他一眼认出男子乃是铁臂金眼刘通。如此响当当的人物，老板选择奉承结交，贪让小二准备好酒好菜，为其接风洗尘。刘通满是得意，这才说出来这里的目的。原来他得到消息，海刚峰海大人资更归里，今晚会经过这里，流传他携带一枪价值连城的红货：珊瑚、玛瑙、钻石凤、翡翠木瓜、玉芙蓉、珍珠宝塔、盘金龙，还有拳头大小的猫眼石。老板娘两眼放光，立马同意与他合作。三人还在等着大鱼上钩，而半道上就已经有人盯上了海大人。两个匪徒拦住去路，将身穿圣诞衣的海大人赶下了马车，然后却要抢夺宝箱。海大人的两个随从抽刀阻拦，与匪徒斗在一起。正在此时，一个青年侠客悄然出现，他看到两个随从落入下风，立马飞身而下，加入打斗，不出3招就将两个匪徒打得落荒而逃。海大人父女3人上前道谢，双方互相认识。好巧不巧，侠客说跟他们还是顺路。听到顺路，飞袍女子不禁一脸娇羞，显然已经看上了帅哥。黄昏时分，一行人到了黑店，店老板闻声跑到门口，殷勤地将他们迎进店内。当看到随从抬的箱子，老板与刘通相视一笑，心里更加激动。可就在送海大人上楼时，老板瞬间变了脸色。他发现海大人每走一步，都在楼梯上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。老板倒吸一口凉气，此人这么深的内力，绝不可能是一介文官海刚峰。刘通也反应过来，突然想到一然，那就是江湖第一魔头神兵鬼王郑寿山。黑店老板大惊失色，随即鬼王也出现，自证身份，话语中满是嘲弄与玩味。很明显，他也是为了海大人的宝箱。老板还想故技重施，想要合伙，可鬼王根本不吃这一套。他乔装打扮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黑吃黑，独吞这单生意。一场火拼在所难免，但神鞭鬼王岂非浪得虚名？他随便一出手，刘通、老板娘、老板3人就纷纷成为鞭下亡魂。侠客进屋撞见这一幕，这才知道鬼王的真实身份和目的。鬼王准备将其灭口，徒弟阿绿连忙向师傅求起，邀请侠客入伙，到时候分他一点。侠客帅气的面庞、性感的络腮胡深深地吸引了阿丽。鬼王无奈叹气，算是默许了。这伙人接管黑店后，刚刚收拾完现场，就听到外边有动静。大雪之中，一个邋遢的疯和尚走了过来，他不顾徒弟阿虎的阻拦，径直走到马厩躲避风雪。阿虎赶也赶不走，只得吩咐他，待会儿来了客人，不许出声。鬼王知道后不放心，他唤来和尚一番试探，发现对方确实没有内力，鬼王放松下了，施舍了一盘馒头将其打发。但他想不到的是，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和尚会在最后坏了他的大事。接着一阵铃铛响起，一个赶尸人带着一群僵尸投店，他指挥僵尸停在马厩，自己则来到店内喝酒。疯和尚待在马厩吃馒头，突然间发现有个僵尸在斗，和尚玩心大起，起身想要测试一下真假。不过他这方法太过恶心，僵尸实在受不了，转过头冲着他龇牙咧嘴。和尚被吓得不轻，跑到院内是鬼哭狼嚎，成功让这群僵尸穿帮了。原来这群人江湖人称湘西五通鬼，也是为了保监而来，打扮成僵尸待在外面，就是想等海大人一到，捷足先登。侠客刚刚入伙，表现积极，以敌伍丝毫不落下风。一番大战之后，湘西五通鬼被尽数歼灭。与此同时，一辆马车赶到客店，下来一个身穿红袍的老人，正是真正的海大人。看见那一地尸体，鬼王解释这群人是强盗，多亏了侠客出手相救。海大人来到屋内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又进来一个白衣女子。女子面无表情，紧握宝剑，径直去了2楼客房。半夜3更，风雪漫天。随着海大人的到来，这个偏僻的客店是越来越热闹。
这3个是鲍文参兄弟，江湖人称三头蛇。随后进来的是疯天刀客，最后还有个奇葩的牛角老怪。牛角老怪跟三头蛇还认识，所有人的目的相同，都是为了海大人的宝箱。牛角老怪最先发难，他一个人守住门口，让三头蛇去抢海大人的行李。他的想法虽好，但却没有一夫当关的实力。侠客一个人出手，他都抵挡不住，只能任由众人跑了出去。院子里，多峰势力为了马车里的宝箱，纷纷加入打斗，场面霎时混乱。鬼王不再迟疑，终于决定亲自出马。他用神鞭解决了牛角老怪，然后又秒杀了疯癫刀客。至于三头蛇，早已在乱战中身亡，大获全胜。鬼王吩咐几个徒弟去杀掉海大人跟女住客，灭口，然后就可以带着宝箱离开了。只是当他们进屋后，却发现留守的徒弟已经被杀，是楼上的女住客干的。鬼王让2个徒弟动手，不料皆非女子一招之地。阿冯更是被对方在脸上划了一个特殊记号，鬼王这才认出女子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钟馗娘子。他面露讽刺，提醒鬼王去看看海大人的箱子。鬼王打开箱子一看，这才知道上当了，里面除了书什么都没有。原来这一切都是钟馗娘子设的一个局，目的便是将这些江湖败类引入黑店，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鬼王恼怒至极，抽出鞭子誓要杀了女侠。徒弟想要上前帮忙，却遭到侠客阻拦。原来侠客竟是卧底，他几招就将阿绿几人制服，但看着阿绿幽怨的眼神，侠客终是不忍心，痛下杀手。鬼王与女侠从屋内打到屋外，鞭来剑往已进入白热化，但鬼王的神鞭明显占了上风，其攻击距离以及灵活性更具优势，几次都重重的抽在女侠身上。眼看女侠再无力支撑，侠客冲出来营救。不过鬼王神鞭确实厉害，侠客的加入并没有改变局势。但就在这时，疯癫和尚竟悄咪咪的出现，他随意的捡起一把刀，骤然斩断了鬼王胳膊。鬼王元气大伤，女侠趁机一拳打穿了鬼王的肚子，3人合力将鬼王拉入车轮之下。侠客一记泰山压顶，终于让他身首异处。鬼王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自己纵横江湖无敌手，竟会败在一个不会武功的乞丐手上。最后，侠客与钟馗娘子走到了一起，只是他看到阿绿发绿的眼睛，内心多少有一丝丝的愧疚。